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别再嗑了，他们下班就散伙。龚俊和李沁综艺里一句小沁甜翻弹幕，转头杀青宴上却连微笑都不多见。这龚俊和李沁俩人综艺里那互动，简直是甜到发齁，弹幕里一水的磕到了，搞得我都有点信了。可转头杀青宴上那照片一出来，活像两个陌生人，别说互动了，连多余的眼神交流都懒得给。我手机拿在手里，就剩一个大写的问号。这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？综艺效果而已，还是真就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？这事儿也不能全怪观众。你想啊，现在综艺节目为了效果，那真是把人设炒得飞起，又是国民 CP， 又是最佳拍档，观众看了投入了感情，自然就容易上头。就拿这俩人来说，综艺里那些小眼神，那些无意识的碰触，那些你一句我一句的玩笑，哪个不是精心设计的？哪个不是为了把那股子甜味儿放大再放大？我记得去年某个选秀节目最后出道那几位，前期节目里那叫一个形影不离，粉丝都给他们起了多少对 CP 了，结果呢？散场各奔东西，连私底下联系都少得可怜。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见了。娱乐圈嘛，本来就是个大染缸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谁又能分得清呢？有时候想想，我们这些观众也挺可怜的，拿着放大镜在别人的人生里找糖吃，最后发现那糖可能只是工作人员发的一颗普通的糖果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也不能全怪节目组，明星们自己难道就没点责任吗？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每一个表情，每一句话都会被无限放大，都会被解读出无数种意思，可他们还是在镜头前演着那些亲密无间的戏码，享受着粉丝的热情，然后一关上机，立马切换回个人模式，好像刚才那个亲密的自己根本就不存在一样。这种巨大的反差，我看着都觉得有点累。就好比你辛辛苦苦追了一部剧，爱上了里面的男女主角，结果剧终了，人家演员私底下连个微信都没加，你这心情能好受吗？我也理解，工作就是工作，生活就是生活。他们在镜头前，那是他们的工作，是在完成节目效果。私底下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朋友，有自己的圈子。强求他们要在镜头外也要维持那种 CP 感，那也太不现实了。但是也不能怪我们观众入戏太深啊，毕竟他们自己不也在卖力地制造这种入戏的氛围吗？综艺节目里的那些细节，那些不经意的瞬间，哪个不是经过剪辑和安排的？我记得前2天刷到一个采访，一个演员说，他们在拍戏的时候，有时候甚至需要提前背好台词，揣摩好情绪，才能达到导演想要的效果。那你说，综艺节目能没有剧本吗？肯定有，而且这种 CP 的剧本往往是最容易吸引流量的。所以当我在热搜上看到龚俊、李沁、小沁甜翻弹幕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他们有多甜，而是这期节目又要被拿来炒作了。果不其然，后面杀青宴的照片一出来，那现实感立马就回来了。这种甜与散，在我看来已经成了一种常态。与其说是嗑到了，不如说是看了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。而我们这些观众就是被邀请去观看的，也是被邀请去付费的。我有时候也会反思，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看这些 CP 呢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人生里缺少这种甜吗？还是因为我们喜欢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一种情感的寄托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种戏精式的互动
确实能带来一时的快乐，只当快乐褪去，留下的可能就是一点点的无奈和清醒。就像这次的龚俊和李沁，他们的甜就像是一场烟花，绚烂却短暂。烟花散尽，留下的是一片寂静和地上散落的灰烬。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在镜头前的亲密，但我们看不到的是他们各自的生活。去年某个电影节，我看到一个演员在红毯上跟另一个演员全程十指紧扣，那叫一个恩爱。结果后面采访的时候，对方就说了，那天就是单纯的扶着走，怕他摔倒。你看这多真实。所以对于这些综艺里的 CP， 我真的没法再像以前那样100%的相信了。更多的时候，我只是把他们当成一种娱乐，一种可以消遣时间的方式。等到节目播完，大家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也就散了。我们这些观众也该从戏里走出来了，别再傻乎乎的为别人的虚情假意买单了。下次再刷到这样的甜番弹幕，我大概只会默默地翻个白眼，然后继续刷下一个热搜。毕竟生活比这真实多了。你还会继续沉迷在综艺里的 CP 感里吗？2. 花少龚俊年下不含解释好李沁，醋意大发撮合张晚意，李沁却极力避嫌。花少同心计这节目真有点东西。表面上大家都在磕沁头一合，沁年才俊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很多人还在津津乐道马思纯和张晚意那股姐弟 CP 的甜劲儿，但水面之下一条更汹涌的暗流早就藏不住了，那就是龚俊对李沁那份几乎快要溢出屏幕的关注。年下不含姐心思有点野，这事儿得从一个称呼说起。最近节目里，龚俊张口就喊李沁小沁，喊的那叫一个自然。要知道龚俊可比李沁小2岁啊，这声小沁一出，姐弟关系瞬间就不纯粹了，空气里都飘着一股不寻常的味道。龚俊的心思简直不要太明显，他恨不得用所有行动告诉全世界，他的眼睛里只有谁。李沁第一次当导游，压力山大，是龚俊第一个凑上去安慰，几句话就给了他满满的情绪价值和安全感。这种恰到好处的关心，最容易让人心头一暖。还有一次更直接，大家在捷克街头买饮料，龚俊像是开了屏蔽模式，直接忽略了所有人，转身就特别细致地问李沁想喝什么。李沁说要西瓜汁，他立马跟上，那我也要西瓜汁。双引号，这份独一份的关照，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偏爱。他的天平早就歪了，可惜龚俊这腔热情似乎没能点燃对等的回应，因为李沁的心里那杆秤从头到尾都偏向了另一个人张晚意。最经典的一幕就是分冰淇淋，李沁生理期，嘴馋又不敢多吃凉的，就想找人分担一口。当时在场的男生可不止一个，他偏偏就选中了张晚意，大大方方地把冰淇淋递了过去。这个选择本身就说明了一切，他不仅知道张晚意爱吃，更重要的是，在李沁的潜意识里，和张晚意分享食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两人之间没有丝毫客套和扭捏，反而有种亲近的家属感。这份区别对待，龚俊看得明明白白，他戴着墨镜都挡不住那一瞬间垮掉的脸。李沁大可以也分他一口，那才叫滴水不漏，但他没有。醋王的千层套路，眼看着自己一腔热情付诸东流，再看看那边的亲密无间，龚俊的醋坛子彻底翻了。他反击的方式也相当直接，他当着李沁的面突然就火力全开，硬撮合起了马思纯和张晚意，一会说他们俩穿搭好配，一会又说联手的肤色都像，最后还补刀调侃两人连吃都吃到一块去。好家伙，这话一出，现场气氛瞬间微妙，
简直是4人修罗场。龚俊表面上是在磕 CP， 实际上句句都是说给李沁听的，潜台词不就是你看他们才是一对，你和他不合适。因为李沁对张晚意的欣赏是藏不住的，他曾当着龚俊的面夸张晚意有魅力，像个谜一样，让人想去了解。一个女人对男人产生好奇，往往就是心动的信号。当时跟在后头的龚俊脸都黑了。结语：这场综艺里的情感迷局真是好一出大戏。龚俊的猛烈攻势，李沁的小心避嫌，张晚意的润物无声，3个人你来我往，火花四溅。李沁是个和气通透的女人，她大概早就察觉到了龚俊的好感，但她那种人淡如菊的性子，既不想在节目里炒作，更不想给对方任何误解的可能。而她对张晚意的偏爱，或许源于欣赏，忠于共鸣。张晚意在节目里展现的担当和责任感太加分了，她会主动去洗没人想碰的碗，会为了妹妹的安全陪着逛街。这种务实、体贴、尊重女性的品质，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男人。站在女性视角看，张晚意这种不动声色的可靠，或许比龚俊那种热烈直白的追求更能打动李沁这样内心沉静的姑娘。当然，无论是友情还是别的什么，他们都是很好的人。未来的故事就交给时间慢慢写吧。